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。过去几年，湾区房市受到疫情、高利率、政府新政策还有股市的变化影响，经历了几次波动。而最近这一波 AI 热潮也正在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变量之一。AI 不只是在改写科技版图，它也在重塑湾区不同城市、不同价位房产的涨跌节奏。2025年，我们也看到旧金山市区到南湾豪宅区房价表现已经出现明显分化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旧金山市区重新成为地产投资人关注的一个区域。过去大家说 San Francisco 是疫情受损最严重的城市之一，办公空置率高，治安争议多，房价回调明显。但随着 OpenAI、Anthropic 等一批 AI 公司扎根市区，大量高收入的科技从业者和创业者重新回流市中心，由 AI 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，使得员工购买力被迅速放大，带动了部分社区的价格稳定甚至反弹。与此同时，湾区传统印象中的核心战场南湾高端住宅市场，在 AI 的加持下变得更加火爆。以 Palo Alto、Los Altos 等城市为代表，3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板块成交依然活跃，甚至在某些社区里出现了多个 offer 竞价、全现金合约、短时间成交的情况。很多人会问，在利率还不低的环境里，为什么这里的豪宅还这么抢手？原因就是真正受 AI 红利影响最大的人群，往往集中在这些传统好区域置业。买家在股市或是薪资上的收益远超过利率的影响。如果把镜头拉近，我们会发现，撑起这些区域房价的是一群高净值的科技买家，他们可能是在 OpenAI、Nvidia、Google、Meta 等公司工作多年的工程师、高管、研究员，也可能是 AI 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和早期员工。这一群人的共同特点是，收入结构里有不少现金加股票加奖金，净资产中股票占比很高。对他们来说，利率高不高，影响的是要不要贷款，贷多少，但不影响他们决定要不要买房。在房源本来就有限的豪宅区，当这一群人同时入场，市场自然会出现房少人多，多方抢一套的局面，价格也就被稳稳拖住，甚至继续往上走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也在悄悄改变湾区楼市的冷热分布。一方面，有 AI 相关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加强学区加持的区域，被高净值买家牢牢托底；另一方面，一些远离这些科技公司、通勤不便或学区一般的板块，在高利率加持续裁员的大环境下，普通买家会更敏感，从而影响到这些非核心区域成交节奏明显放缓，溢价空间变大。于是，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整个湾区一起涨或一起跌，而是同一时间、不同城市、不同价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。这就是 AI 带来的市场分化。那 AI 的繁荣真的可以长期支撑这些区域的房价吗？从长期来看， AI 作为新一轮科技浪潮，已经吸引全球资本和人才持续涌入湾区。新的研发中心、新的创业公司、新的投资基金都在这里布局。可以预见的是，高收入人才继续集中，土地与房源依然稀缺，这对核心城市与优质学区的房价都会形成持续支撑。短期来看， AI 领域依然还是处于起步阶段，湾区的房地产市场依然可能会受到股市和市场新闻风向影响而波动。整体来看， AI 正在成为湾区楼市的最新引擎。若你正在考虑在湾区买房、换房、投资或出售物业，随时关注行业风向和相关公司咨询，将帮助你更快找出真正有支撑力、抗风险的投资机会。如果您有兴趣一起探讨接下来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和建议，欢迎您添加微信或者邮件联系我。我是 Nancy， 已经帮助超过200个湾区家庭完成房屋买卖与资产规划。我们下期见。